在研究所的时候就选择去部落实习半年。你那时候你对于部落工作就有好多的好奇跟想象，可是每一个社工、每一个组织在跟部落工作的方式都很不同，所以你会很好奇说，对，那如果是我自己进到部落里面，可以怎么跟部落人一起去开展做工作？我们以前在学社工都一直在强调的是，社工该怎么做，有什么样的工作方法，那社工专业可以怎么运用到现场。可其实你会发现说，进到部落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会被颠覆掉。比方说我们在认定一个服务的范围，我们可能会是用角色、用对象在界定你的服务对象，或者是说用区域来界定你的服务区域。可在部落里面，大家生活圈其实是以一条流域的概念在看待。原来在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家庭，不应该只是用这个家庭来认识，而是你要去了解说他的整个的家族的历史脉络到底是什么。那你在进行任何的服务跟介入的时候，你才会有更完整的一个基模。社工到底愿不愿意有多一点时间进来跟部落一起去学习？社工进到部落怎么跟居民们一起展开一些工作？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转型就是已经不是社工要告诉部落居民要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跟部落的族人们一起去讨论说大概可以做些什么。开始进到部落里面，你会对部落有更多的认识。你对于一个族群认识越深，懂得去欣赏跟重视这个族群很重要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反而下一步在想的是说，要怎么样让这些特质保有住？那怎么样透过这样的方式，是跟部落现行的我们的服务开展是可以连结在一起的。对我来说，过去是用社工的视角在部落工作，自从进到产业之后，你才会更深刻的理解到说，其实生计这件事情其实绑定了大家的几乎是生活的一切。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部落里面透过产业这件事情，重点是在关注经济的这个层面，到底部落有什么样方式是擅长做得到的，而不是从外面带了一套要部落去学习。这其实也是我们在部落里面想要去谈的，怎么样去共享、共识、共作。这其实也是泰雅族里面一直在告诫后代子孙里面，应该要自己好不重要，重点是大家怎么样一起好，才是我们在部落里面一直想要去达到的部分。我觉得在部落的社工面对的事情太多了，有很多突发状况，然后很多是你非预期的事情。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是，第一个是社工你没有办法保持弹性来因应。那第二个部分是，我觉得我们在部落工作、在社区工作一直在谈的是怎么样的是集体工作这件事情，跟居民真实的生活在一起，然后一起去找到可以一起工作、一起往前的方式。我觉得这其实才是我自己在认定社会工作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价值。